在中国西北，有一条被祁连山与荒漠夹持的千年走廊，这里曾是张骞凿空西域的孤勇之路，是霍去病马蹄踏过的烽烟战场，雪山融水滋养着绿洲文明，柏林串起了东西方最早的通商之路，这里就是河西走廊。哇，这就是丹霞地貌啊！这就是祁连山的雪吗？有时候我发现，真的课本上的历史跟我们的现场感受到的历史，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好 Hello，看我们身后的场景，我们来到了大西北甘肃，准备来一场河西走廊之旅。这是一条1000年的丝路长廊，是天然的地理和历史的博物馆。没错。那这次陪伴我们的座驾呢，就是最近换新上市的吉利星瑞全新东风耀。对的，那么为什么是它呢？因为这是一台无论外在还是内核都充满了中国文化和底蕴的车。在设计上呢，也有很多丝路的元素，并且最近它就是在敦煌进行上市发布的，和我们此次的路线不要太搭。那么我们出发，走。那我们这次大西北河西走廊之旅，起点呢就是乌梢岭，终点是玉门关，全程有1000多公里。这么长，那得开好几天啊。对，我问你啊，你知道为什么叫河西走廊吗？那不就是黄河以西，然后它连起来像一条长长的长廊，所以叫河西走廊，是不是？对。那现在我们就到了河西走廊的起点乌梢岭，那待会儿我们就爬上去看看曾经历史上的乌梢岭到底是怎么样的。是的，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乌梢岭。乌梢岭位于祁连山脉的东部余脉，经甘肃中南部的武威天柱县境内。自古以来是去往西部的咽喉门户，它夹在几条山脉之间，北边有一处豁口，特殊的位置也让它成为了地理风貌的分隔点，军事要冲。当然，让我们记住乌梢岭的，还有那位2000多年前率领1万铁骑从乌梢岭的西边北击匈奴，一战封神的少年将军霍去病。此刻站在寒风凛冽的乌梢岭山顶，不由得感慨，到底要什么样的惊才绝艳，在19岁就能闪击匈奴，1年之内连胜2次河西之战，此后更是让败退后的匈奴唱出“失我祁连山，使我6处不翻稀”的悲歌。翻过这座中原与河西的天然分水岭，我们才算真正进入了河西走廊。而迎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河西4郡之一的武威。这里因霍去病武功军威而得名，也曾是古代凉州的心脏，是当时河西走廊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的马踏飞燕便出土于此。我们继续出发。话说新锐开起来啊，我感觉这次动力真的还可以啊，像国道上的超车啊，山路上坡啊，这个动力感觉很足，还是很轻松的。现在 2.0T 竟然做到200千瓦，真是太夸张了。对啊，关键是这个 2.0T 的起步价才不到12万，我天啊，真太卷了。对呀，我再问你啊，你知道像燃油车啊，它在低海拔的地方和高海拔的地方开车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不简单吗？你这高海拔的地区含氧量低嘛，然后它影响发动机燃烧，间接不就影响动力了吗？说对了。那既然我们来了这里啊，要不要测一测？可以啊。油门到底，起步时的爆发力很强，然后就是全力的冲刺。6.76秒的成绩，在同级别可以说是相当惊艳了。那我们现在啊来到了张掖，那张掖在古时候啊叫做甘州。对，甘肃的甘呢，就是来源于这里。张国毕业，以通西域。张掖在河西走廊的中部，与武威并称为今张掖引武威。境内的黑河孕育出了这片塞上江南。当然，它还有为人熟知的丹霞地貌。
新锐在这种砂石路面上开啊，还是挺好玩的。哎，你悠着点儿。哎，放心，这车身很听话，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连续的颠簸路面啊，它处理起来还是很游刃有余的，没有很晃，而且也不生硬。哇，这就是丹霞地貌啊！它是怎么形成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种红色的沙砾岩，在这么多年的风沙雨水的侵袭之下，再加上重力塌陷作用下，就形成了这种有断层的奇特景观了。确实，这种景色只有大西北才能看到。对啊。哎，你是不是刚刚查的？哎。哎，我们在这里弯弯绕绕，你不会晕车吧？还好哎，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啊，我倒是开的挺爽的。是吗？新锐这台车啊，底盘有支撑，转向呢也很跟手。哎，你知道很多人买新锐啊，主要是看重什么吗？动力和操控咯。对啊。新锐出自 CMA 架构，配合一系列的悬架、转向、车轮倾角、刹车等方面的运动化设定，让它的底盘操控确实有一套。我们也在山路上玩了个小游戏。从这儿到出口啊，要是你一滴水都没有洒，今天晚上你想吃啥，我请客。好，你说了啊。走你。很稳，完全没问题。哎。哇，一个 S 弯，水杯没洒，你不要被开吐了啊。前面快到出口了啊，看到没有？一滴都没洒出来吧？确实啊，行吧，算你赢了。继续向西出发，路上的景色愈发开阔，而当我们瞥见远处的雪山，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似乎雪山就是有这种特殊的魔力。哇，雪山！哇，今天天气真好，看得很清楚哎。这就是祁连山的雪吗？你知道在大西北自驾啊，这种边看风景边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吗？是吗？就是一定要注意路上的牛啊、羊啊、马什么的。哦，我懂，就万一碰这个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对啊，所以是不能分心的。那如果车是有像主动刹车这种，那就更好了。确实，它确实能够帮你避免掉一些危险的。对，新锐此次升级到了 GEA 3.0 电子电气架构，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带有 HNOA 领航辅助驾驶，主被动安全也更加完备。AEB 能做到120公里时速刹停，同时各种智能辅助泊车也让人更加轻松。再往西行，就来到了酒泉，古代河西四郡之一，现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那酒泉之名来源于一个典故：河西之战胜利后，汉武帝赐酒给霍去病，霍去病则将酒倾倒在泉中，与全军将士共饮，故此地得名为酒泉。而酒泉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肃州，甘肃的肃字的来源。而酒泉西边就是嘉峪关了，它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伫立在黑山和讨赖河之间这一段河西走廊最窄处，更往北是沙漠，往南是祁连山，所以古代把关隘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它也是明长城西端的起点。我们前面看到的很多啊，都是汉代的，那现在嘉峪关呢，其实是明代所建的，这中间啊，其实就差了1000多年。确实，我感觉嘉峪关，包括这个河西走廊，一直以来都是历朝历代在守护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来到这儿，我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我们眼前浮现。你看，我们现在越往西，这种一望无际的这种戈壁的景象就越来越多了。确实，但是你开这种路，你不会犯困吧？还好，我现在开的巡航呢。哦，要不给你放点歌听听？你知道我开在这里啊，脑海里有一个 BGM 是什么吗？就是。啊，我知道，
你好，吉利，来了，播放《河西走廊之梦》。找到了，我们一起听吧。在嘉峪关去往敦煌的路上，在瓜州的荒漠中有几处近几年设立的雕像：吴界、大帝之子、汉武大帝。汉朝河西4郡最西边的便是敦煌，敦煌之名即盛大辉煌之意。它或许是现在河西走廊最为人熟知的地方，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都耳熟能详。而我们此行的终点，则是出敦煌城更往西的玉门关。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敦煌西边的玉门关了。是的，这里也是整个河西走廊的终点。那玉门关的南边呢，还有一个阳关，这两关呢是当时西汉的门户了。是的，在这里作为中国人古诗词的基因就觉醒了。那说到阳关，我们会想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在玉门关就会想到羌笛何须岳阳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这趟河西走廊之旅，一路从起点的乌梢岭自驾来到了终点的玉门关我觉得可以算是一场很棒的体验了。是的，穿越了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湖泊我真的感受到了大西北的这种孤寂和浪漫是的，那河西走廊呢，也是一条人文的走廊，很多之前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只有真正的到了这里才能读懂它们。当然，还有一路陪伴我们走来的吉利新锐啦。是的，那新锐我这一路开下来它的动力操控有一说一，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一路的路况呢都是轻松应对。那当然，新款呢它的外观配置、动力，包括智能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升级。反正这一路下来我还是挺满意的。是的，我一路乘坐下来也很舒服。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